Hello，大家好，我是一线。这是我新开的一个合集啊。主要就是想讲述一下我近些年来遭遇的人和事儿。主要是作为我今后的一个清醒指南。那请各位放心啊，就是军营的故事我还会一直更新的，并且会更用心的去打磨。这期主要是我一直想完整复盘的一段关系啊。目的是为了警醒往后的自己。总体框架是我跟一个男的短暂交往了几个月，期间为了得到陪伴，自我感动式的付出，甚至在得知对方身患 HIV 并依旧荒淫无度的情况下，还对对方纠缠不清的故事。最终也是有爱生恨，老死不相往来了。其实直至今日，我还依旧保持对那个人的怨恨以及厌恶也是刻意去保留，但具体原因我后面会说。其实如果可能的话，我甚至不想承认自己经历过这段关系。不过但好在我现在接纳自己的程度很高，所以说哪怕过去干过再多的蠢事儿，我也不会去单纯的否定自己。我现在也越发觉得，怎么说，爱自己真的很重要。俗话说人自爱必无敌嘛，我是非常认可的。我现在可以非常开心的回味自己人生的一些闪耀时刻，但是也会对自己的过去的狼狈津津乐道的。那么就先梳理一下故事的发展脉络啊。由于涉及一些隐私，我这里用的所有的人名全都是化名啊，仅仅用于故事讲述啊。就是如果各位对故事有别样的见解，也非常欢迎友好的讨论啊。我暂且把这个人称为 Dison 吧。故事的开始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22年的1月2号，因为是假期的第二天，我当时自己在一方天地看了场电影，之后正好碰到了一个圈里的熟人，就叫他老谢吧。我们当时顺势找了一个奶茶店聊会天儿，老谢是圈里的老人了，然后他认识的人非常多。他说正好附近他有熟人，想再叫过来一起聊天。我当时没什么意见，当时叫过来的就是那个迪森。我第一眼看到迪森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啊，只是觉得他过于精致了，就是他穿着皮夹克跟 Prada 的长裤，发型也是高挑了，离老远都能闻到那个发蜡的味道。他的眉毛是纹的那种平直眉，就是不是那种廉价的纹眉。我是注意到他的眉毛跟眉骨不是特别吻合才察觉到的，但是你一旦察觉到了，就感觉很明显了。主要是他的身材是精瘦的类型，是我当时比较喜欢的类型，脸很白，然后皮肤也很好，但是颈纹却很明显，就是很多细节都表明他是不差钱的那类人，医美痕迹也很多，但是而且那种违和感会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我那会儿呢，就是无论是穿着还是打扮都很粗糙。当然现在也是，就所以说跟他当时站在一起的时候，差别就还蛮明显的，感觉差距也还蛮大的。不过他是那种比较开朗的性格啊，就很自然的就加入到了我跟老谢的对话当中去。中途就还提到他买的房子就在附近，正在忙装修。然后他一说到这个话题，我当时立马就起了好奇心了，就是比如说他是做什么的，怎么可以赚到这么多钱？毕竟当时一方天地的平均房价已经在6万多了，就是周围的房子怎么也不会便宜。所以说当时就是很羡慕跟有些嫉妒吧。我一直是矛盾的综合体啊，就是而且当时我有一个矛盾点，就是有一些自卑，但是又很极端的慕强。自卑像是骨子里自带的，逢人就会拘谨，但是又对强者盲目的崇拜。怎么说，就是又想跟人家套近乎，又不懂如何表达，就在一种渴望沟通与一种被动的拘束中来回摩擦，发出一些令人尴尬的声响。就是我当时听了半天，挤出来一句话，就问他啊，你在哪里买的房子？很贵吧？真厉害。就是话题太过于直球了，以至于没有注意到这些其实是很隐私的问题。他也突然就面露难色，就没再继续说，只是说不是很贵。其实我后来才知道他买的是小产权啊，就是见面后的第二天他就又约我出来聊天跟我说的。然后他还说我感觉我情商很低，很多事情不要刨根问底。他当时只是想给我们留下一个他买房的印象，不想留下一个他买小产权的印象。其实我觉得哪怕在深圳买一个小产权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况且后面也得知他那个小产权居然要160万，就是明明就很了不起。但是后来我也理解了，就是之前我也是一直以存100万为目标的，认为10年内存到就算成功。但是也在前年，我也赚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100万，才发现其实赚100万真的也没什么技术含量。有机会也可以聊聊这个，就是我也给自己总结过这部分的经历，有一定运气成分，但也是
有迹可循的，就是这件事也很奇妙，就顺势挖个坑。接下来就有些狗血吧，就是也很常见，就目前来说感觉很常见，就是刚才说到他第2天就单独约我出来聊天了，然后直接就对我说对我有好感，想进一步发展。其实这一下就戳到我的软肋了。我先前一直就是对别人的主动没有任何抵抗力的，就是别人稍微主动一下，我就会翻倍的贴回去，就是所谓的倒贴婆。后来我给自己的分析就是缺爱嘛，倒贴婆通常都是缺爱的，加上我本身对他的印象也不坏，感觉他又很厉害，就种种原因吧，就我也就没有这么犹豫，就答应跟他多接触了，甚至还对他萌生了好感，真的就很无可救药。他约我出来逛街，我就屁颠颠的跑出来；他送我一束花，我就要开心的拍照，然后立刻美团了一个很贵的花瓶给他插上。就是很讽刺的是，他提出分手的时候，那个花瓶里还插着他当时送给我的花，只是他已经都已经枯萎干瘪了，我还没有扔掉而已。其实我根本都不了解他嘛，甚至当时都还不知道他的全名。他只是说他喜欢我，我也不去追究他是哪种喜欢，就迫不及待的把自己的全部都交代出去了。而且我当时还有一份工作是需要驻扎在内蒙古的那种外派工作，1个月回深圳休息1次那种。22年的1月份正好是那个月要过年嘛，所以说我们过了元旦之后也不用再出差了，就在深圳上班。所以说实际上那1个月就是我们真正相处的那1个月。那年也因为疫情呢没有回家过年，我就一直去他那个新房那边去一起跟他一起搞装修。白天我们睁眼就是取快递搬东西，然后就给装修工人打下手。当时想着能省点时间就省点时间，因为装修工人的工资实在太贵了，一天就要400多。工人回家了之后我们就自己搞，晚上累到不行，就在隔壁的出租房里休息，一起思考家具的布局，然后一起打开各种购物软件疯狂采购。那段时间很累，但是我还蛮开心的，因为当时我就已经自作多情，想着装修的就是我们未来爱巢的幸福感。而且那个时候我满脑子都想以后将来会跟他住在这个新房子里的情况怎么样。当然后来这个幻想也成真了，只是不是以我想象的形式，毕竟我当时住进去跟狗一样，这个后面会说到。但我当时只是因为这样简单的相处就变得难以自拔了，甚至年后休假结束，我已经不想再去做那份需要长期出差的工作了，因为感觉这种工作会影响我的爱情。我之所以越陷越深呢，也是因为他实在是太会了。当时最杀我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说我想看海，他就直接规划第2天租车去惠州看海，给我感动的不行。再加上呢，他妈当时因为车祸刚去世，半夜有时候他会因为做梦哭泣，这些又激发了我非常强烈的保护欲。但总是发展的太快一定是有问题的，因为这种发展的本质，还是我在跟自己想象的人设在谈恋爱。就是当问题开始暴露幻想破灭那种失落以及失望是要比正常情况下要来的凶猛的。然后2月中旬要开始出差了，我当时抗拒的不得了，因为实在舍不得自己现在幸福的状态，哪怕是自己自认为的。但是他对我马上要经历的长期出差没有任何表示，导致我当时还有些失落。我当时就跟他说我想辞职，他当时的反馈我也忘记了，大概就是没什么反馈。但我隐隐觉得当时就有些不对了。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完全的恋爱脑，自欺欺人有时候是获得幸福的关键，但有时候确实也是摧毁幸福的元凶了。当时因为疫情公司总是担心深圳不可预料的风控会让我们无法继续出差工作，就干脆不让我们回深圳了。所以说从2月中出差一直到4月初，公司都一直不让我们回深圳，因此我的意见就很大，因为我受不了长时间的异地恋，比不上在身边嘛。有时候他回消息不及时，我都会有些难过。有一次他一整晚都没有回我消息，然后我就几乎打遍了周围所有能打的电话来确认他是不是出事儿了，结果他只是睡着了。有时候电话里他也不怎么避讳的说他在参加一些圈内的集会，我听后自然也是五味杂陈的嘛，就是我不会去阻止，只是会憋在心里独自难过。如果是现在的话，我肯定会让他直接滚的。
因为我恋爱的时候，我是觉得如果有责任心的人，一定是会合理的缩小社交圈的，就我对此坚信不疑。只是我当时恋爱脑上头，真的就越发受不了这种相隔异地的折磨。我当时是觉得，如果不能跟对方一直在一起，这个关系就会岌岌可危。情场新手是这个样子的，当时甚至就是傻不拉几的就直接跟公司提了辞职。我那个时候，也没有意识到，其实太过于患得患失，也不是一段正常的恋爱该有的表现。当时甚至身边的朋友还有很多劝过我的，说什么你们两个不合适，因为 Dixon 在圈里好像还名声在外，包括老谢也跟我这么说我们不合适啊，甚至有的朋友直接跟我说，那个 Dixon 他私下玩很大，你要小心什么什么什么，你要还是放手比较好。我这些当时都没有听进去。老谢在听到我要辞职之后，甚至直接就是说我蠢，其实也是真的蠢。可是我当时就是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嘛，我当时只是觉得一个在我面前哭泣的像个小孩的人，肯定不是那种人，而且跟我在一起了，肯定是要看以后的嘛，跟之前没有关系。其实这还是有个很大的问题的，就是如果你不观察一个人的过去，是没有办法看到以后的，就这一点也很重要。本性难移有时候是注定的。我最终还是辞职回到了深圳，他的装修工程也进入到了收尾阶段。我当时也就没有打算再找工作，因为我当时的副业收入已经比我的工资要高很多了，然后我们的生活模式又回归到了之前那种状态。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短暂的分别让我冷静了一些，还是朋友那么多的好言相劝让我不得不多想，就是我的幸福感就是没有之前那么强烈了，心口也要被什么吊着一样。毕竟异地期间我感觉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然后我也开始注意到他的心思好像也并不完全都在我这边，很多事情他都像是顺势而为的，不夹带太多感情的，比如说送花、出门逛街这些。我不太会骗人但是骗自己倒是出手的利落。我强迫自己不去多想，还坚持认为自己的一心一意可以换到别人的死心塌地。当时还觉得毕竟时间还短，感情需要培养嘛。然后我们回来培养了不到2周，他就提了分手。他一共提了2次分手，这是第一次。当时的情景我记得还很清楚就是早上我们醒过来，他背对着我，我拍了拍想叫他起床，他没转过身，说想跟我商量一些事情。我当时立刻就理解要发生什么事情了，只是想着好歹再让我幸福几天是不是？就是我略带忐忑的就问他你想说什么，他就直接跟我说感觉跟我不合适。我问了句为什么，他稍微沉默了一下，跟我说他不值得真挚的感情。我就有些疑惑了，就追问为什么。他停顿了一会儿说他有艾滋病。我当时愣了一下，就脑子里飞快的闪过了很多的画面，比如说他每晚都会在手机闹铃之后消失那么一下，比如他有次受伤流血反而不让我靠近，比如说之前一直当做耳旁风的朋友们的流言蜚语，或者说是好言相劝。可我还是他妈的就活在自己的设想里面嘛，就是我看着他的后脑勺，说只是因为这个吗？他没有回答，就是我自认为他当时一定是很纠结脆弱的，然后我就从后面搂住他说我不怕这个东西，只要坚持吃药就没有问题了。然后他当时也愣了一下，然后问我你疯了吗？我当时就没有回答。现在看来我的确是疯了，不是因为他是艾滋病患者，艾滋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试图扭转一个既定的结局。所以说这段关系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在我这边的，是我擅自加了很多期待在对方那里，希望别人因为我的喜欢或者说是爱吧就做出改变，其实这是很不公平的。但这些也不妨碍我现在选择去恨他，因为他也做了很多过分的事情的。当时他还是背对着我，接着说他需要性生活。我又愣了一下，确实就是我跟他相处这么久以来，就是我们还没有一次性生活。因为我选择性的忽视了这个问题，我一直觉得2个人在一起只要有感情就够了，其实不然，就是爱通常也会跟一些生理欲望纠缠的嘛。就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我立刻就说可以啊，怎么都可以，你希望怎么样的性生活我都可以配合。但是他随后嘟囔了一句，说什么跟我那个的话他会放不开，甚至会有负罪感。
我当即就否定了他这道说辞，然后他就说什么那试试看吧，如果哪天我们做，那就在一起。我现在一想到这个对话，还是会觉得离谱。就是恋爱中需要性，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以性为前提的恋爱，就有些触及到我的盲区了。这也是第一次我见到这种情况。但是我当时想的就是我还有机会，我的感情不会就这样草草的结束接着我们就起身了嘛，他就给我看他的病历，给我看他的药盒，就是他确诊已经有5年还是7年了。他说他是在一次婚检的时候才得知自己患病的，然后女方跟他分手，说什么估计传染给他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患病了，那个时候防范意识都不强吧，估计是。然后他说他家里人如何克服了这个事情，他的爸妈他的2个哥哥每天以泪洗面，他自己也花了很久才振作起来之类的。这个故事其实现在看起来真的触碰了我很多的雷点，但我当时居然哭了，因为我在心疼他的不容易，然后还觉得他很坚强。就是还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他在跟我说这些是重视我的表现。就是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没成熟之前我的爱一直都是不纯粹的，就是还是以往的行为模式，就是爱里面夹杂着很多的执念跟自以为是，就是以爱为名蒙蔽自己，导致自己做了一系列错误的决定，并且后悔至今。就是因爱致盲有时候是会致命的，就希望屏幕前的各位可以一直清醒所以即便在这个时候我对他还是盲目的喜欢跟有些魔怔风球的，就是哪怕没过几天他就第2次提了分手，我也接受了分手的事实，但依旧还没能醒悟，还是喜欢着他。我当时实在是太希望自己的感情能有归宿了，只不过是忘了其实最好的归宿就是自己嘛。但是我最终为什么醒悟的，又因为什么对他产生了恨意，甚至直到现在还刻意去保留这份恨意，我会在下个视频做一下收尾，因为这期的篇幅也有些长了。我现在非常热衷于去回忆更多的细节，然后回想当时的心境，并用现在的眼光去分析。我之所以对自己的蠢钝毫不留情，主要也是希望日后的自己能够更加清醒。如果各位能从我的故事中有所收获，那就更好了。我们还可以在评论区友好的交流。拜拜，希望还能收到一些点赞，谢谢大家。